杨紫主演的《长相思2》终于官宣定档，这次的大婚哭戏美得令人心碎。看到各位配角的表现后，真是让人充满了期待。众所周知，无论是从人气还是口碑来看，杨紫无疑是90后小花中的顶流。尽管她最近播出的2部作品都是现代题材，但从市场反馈来看，她的古装剧才是真正的强项。去年热播的《长相思》第1季不仅火爆了各大平台，还获得了极高的口碑，众多观众早已迫不及待地期待第2季的上线。根据市场消息，《长相思2》大概率将在暑期档播出，而官方终于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了定档时间，7月8号，恰好是个大学校放暑假的时间点，可见平台对这部作品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。在《长相思》第1季中，我们见证了王姬小妖流落大荒，在清水镇化名文小六艰难求生的故事。他与表哥枪玄、叶17以及9头妖香柳的纠葛也逐渐展开。从预告片来看，第2季的剧情更加引人入胜，小妖与3位重量级配角的情感纠葛充满了戏剧性，杨紫在剧中的状态也非常出色。在《长相思2》中，不仅能看到小妖头戴发冠、双眼含泪的美丽哭戏，还能欣赏她和表哥枪玄之间爱恨交织的动人故事。小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清水镇随心所欲的凡人，她肩负起了身份与地位赋予她的责任。从剧照来看，第2季的小妖比第1季更为惊艳，是一个能够超越第1季红衣美态的存在。除了惊艳的造型外，第2季的小妖将在4位男主之间徘徊，他的选择并非源自简单的情愫，而是在命运推动和内心渴望下做出的最终决定。在拍摄《长相思》期间，除了女主角杨紫的知名度非常高外，其他3位男演员还未像现在这样拥有颇高的人气和关注度。不过，经过时间的沉淀，张晚意、邓为和谭健次各自在不同角色中崭露头角，如今已经拥有了不少主演作品。回到《长相思》这部作品中，枪玄和小妖之间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莫过于他们血脉牵动的宿命关系。不仅仅是血缘上的亲人，他们还是彼此心灵中最亲近的人。这份依赖在时间的浸润下悄然变质，最后化为令人震撼的经典台词：“我喜欢你有错吗？我想和你长相熟有错吗？”小妖与涂山璟曾有过一段类似青梅竹马的温馨岁月，即便后来的涂山璟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够坚定，但在小妖心中，她永远是那个在清水镇朝夕相处的叶17。而且邓为在剧中的造型十分契合角色，他也凭借小茶狐狸的人设迅速走红。虽然谭健次饰演的香柳比前2位戏份少一些，但他凭借出色的造型和精湛的演技弥补了这一点。白发造型仙气与妖冶并存，戴上面具是摄人心魄的邪魅男神，取下面具是令人惊赞的银发男神。而且小妖和香柳在身份上的巨大反差也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引人入胜，尽管立场注定相悖，两人却曾有过互相依赖的时光。香柳战场之允的名场面更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虐心剧情。王弘毅饰演的赤水丰隆戏份较少，但他一身红衣的大婚造型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新娘逃婚，他绝望崩溃的表现令人难忘。虽然在《长相思》中他的角色不算出彩，但他在金庸武侠世界中饰演的杨康却令人眼前一亮，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古风男神。杨紫领衔主演的《长相思2》终于官宣定档，将在7月8日与观众见面。这部古装剧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情感，再次掀起了一股古风热潮。而这次杨紫与4位男演员的互动成为剧中的一大亮点。每位主演都以独特的方式将角色的名字巧妙地融入宣传文案中，展现了他们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。杨紫饰演的小妖以桃夭灼荆棘，相思共复之的文案，巧妙地将角色名小妖融入其中，表达了他对爱情的坚定和勇敢。张晚意饰演的枪玄，用羌海记红志，相思共复之的文案，展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对爱情的忠贞。邓为饰演的涂山璟，以景映清辉明，相思共复之的文案回应，表达了他对女主角的深情和守护。
每一个角色都通过独特的文案呈现出角色背后的深刻情感与故事。你是否期待这部作品？让我们在7月8日准时相约，共同欣赏这部万众期待的古装剧大作。在《长相思的坟墓》中，王弘毅饰演的赤水丰隆，以一段饱含激情与热血的文案诠释了他角色的核心：风骨生赤尘，相思共赴之。这个巧妙融入角色名赤水中的赤字，象征着他如火焰般燃烧的赤诚与风骨，不仅点亮了小妖的心房，也给予他无尽的温暖和力量。相比之下，谭健次的宣传文案更加别具一格，爱恨安逸皆难解，相思不忘终相见。不同于其他演员直接融入角色名的做法，他选择了一个更加抽象和哲理的方式，展现了角色复杂的情感纠葛和深刻的人生体验。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不仅增加了角色的神秘感，也激发了观众对这个角色的浓厚兴趣与期待。5位主演的宣传文案各有特色，但都围绕着相思共赴之这一主题，展现了他们对爱情的不同理解与追求。这种统一而又多样的表达，不仅增加了剧情的深度，还让观众对角色之间的关系更加好奇与期待。随着《长相思2》的定档，相信这部剧将再次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。7月8日，让我们共同期待，见证这段跨越时空的相思之情绽放荧屏。每当回想起那句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便忍不住想念小妖和大王姬，迫不及待地沉浸在《长相思》的动人故事中。官宣定档之后，《长相思》第2季的预约人数直线攀升，已经突破660万人数，稳稳占据暑期档爆款剧的地位。那么，除了杨紫饰演的大王姬，你最想在《长相思》第2季中看到谁的故事呢？在6月25日的晨曦中，《长相思》第2季正式宣布了其绽放的时刻，将于7月8日在腾讯视频上线。杨紫与张晚意这2位耀眼的明星再度携手为我们奉献这部佳作。回想起《长相思》第1季，那是在2023年的盛夏，它如一泓清泉，在暑期档的繁华中脱颖而出，赢得了近30亿的瞩目与好评。如今第2季的序幕即将拉开，我们满怀期待，静待剧集的华彩绽放。在玄幻的梦境中，故事线虽无需多赘述，但那些奇幻篇章的灵魂却弥足珍贵。即使主角的容颜更迭，这个玄幻舞台依旧保持着其独特的韵律，演员们身着华美的服饰，演绎着剑舞与魔法，讲述着爱恨交织的故事。这一玄幻世界如同点亮了追逐梦想的粉丝心中的明灯。尽管玄幻剧如繁星般闪耀，其中有些大放异彩，热烈播映，而另一些则稍显暗淡，数据平平。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，宛如交织的星辰轨迹，难以一言蔽之。而主要的差异似乎隐藏在这些细微之处。玄幻剧成败的关键首先在于主角的号召力。尽管新生代明星青春洋溢，但在玄幻世界的号召力却显得平淡无奇。而那些正值转型黄金期的演员，虽然光彩夺目，但在玄幻剧的号召力上却稍显不足。青春如星的吸引力不足可以理解，但那些星光熠熠的转型之星，又为何在玄幻的舞台上难以大放异彩呢？你细想一下，为什么流量明星总是要转型？玄幻剧就像是一个轻柔的梦境，如果明星们可以一直停留在这个梦中，又何必追求其他？然而，玄幻剧的魅力仅限于浅薄的娱乐领域，它的观众就像时间中的花朵，终会绽放又凋零。当他们成长起来，那份对玄幻的热爱也会随风而逝。流量明星若已经大放异彩，其追随者也会随之成熟。岁月流逝，对玄幻的追逐也逐渐成为过去。在这璀璨的娱乐圈，许多明星不得不走上转型之路。杨紫，这位从童年就开始闪耀荧屏的新星，尽管早早成名，但成年后并未立刻成为流量的宠儿。她的几部大银幕出作票房表现平平。然而，正是通过磨砺与坚持，她最终从青涩的演员蜕变为瞩目的流量明星，吸引了无数年轻观众的心。站在流量的巅峰，杨紫正值风华正茂，而许多曾与她并肩的流量明星却已步入辉煌的暮年。
男主角张晚意如一颗璀璨的星辰，在娱乐圈崭露头角，他的初露锋芒来自那些沉淀的优质大剧。然而，当光芒愈发璀璨，他似乎更倾向于追逐那闪耀的流量之光。作为新晋的青年流量翘楚，他悄然间俘获了众多内心丰盈的青年女性观众的心。何为内心丰盈？这些女性粉丝不同于往昔的追随者，她们拥有书香浸润的灵魂，特别是那些大学殿堂的佼佼者。她们倾心于张晚意身上那份独特的书卷气，仿佛与她共舞在知识的海洋。当红女星与新秀男演员携手共舞于《长相思》之荧屏，配角们亦星光熠熠，万众瞩目。剧集一上线，粉丝如潮涌至，打榜之声不绝于耳，应援之旗随风飘扬，纷纷为平台充值会员，各项数据均创佳绩。甚至在豆瓣上也被粉丝应援之风吹拂，评分高居不下。可见粉丝之众，力量之巨，实在不可小觑。在玄幻世界的编织中，仿佛一场华美的婚纱秀悄然上演。璀璨的星辰即为那流量巨星所绽放的光芒，而紧随其后，如织的锦绣则倾注于华服、妆容、神秘的道具与奇幻的后期魔法之中。这些景致皆需重金雕琢，其精致与否，尽在观众的眼眸之中。这仿佛是一场婚纱照的盛宴，那些简约的作品无法与耗资巨大的梦幻画卷相提并论。玄幻之魅，微妙在于背后之笔匠与掌镜者，皆无需重金聘请。笔匠自知其才，深知玄幻之剧无需寻访专业之匠，诸多智能之灵，皆能编织梦幻之篇。因此，许多文坛巨匠对玄幻之剧本不屑一顾，视其为平凡之辈之劳作。玄幻剧之拍摄，如一幅未竟的画卷，往往成了新晋导演的试炼场。那些名满天下、技艺高超的导演和曾踏足这片奇幻之的玄幻剧之制作，不是渴求才华横溢的导演，而是寻觅一位能统领全局的剧组掌舵者及摄像师。许多摄像师因此纷纷转型，执掌玄幻剧的导演之职，皆因这方天地，导演的酬劳尚显微薄。在编织情节之时，虽不必追求极致的华丽，却需融入些许的苦涩，让那些平凡的心灵在沉浸中品味到一丝痛并快乐的韵味。每一部电视剧皆需触动心弦，在真实世界寻觅的剧目，探寻生活之伤，深深触及观众心灵。而玄幻之作，亦非仅为情愫缠绵、纯伴轻触，其乃编织层层困厄，为男女主角之恋途设下重重难关。佳作之玄幻，往往在于那些巧妙构筑的阻碍，令观众心生悲悯，求而不得。而有些玄幻之作略显平淡，只因未能达到那份足以撼动人心的痛楚与艰难。然而，值得深思的是，玄幻剧当以浅显易懂为要，以免高深的哲理令年轻观众困惑。须知，此类剧集实乃为心灵尚未成熟的观众量身打造，所指的乃是心灵成长阶段，而非单纯的岁月年华。或许此言一出，众粉丝心有不悦。然而，让我们坦然面对这一事实：玄幻剧的收视佳绩虽光彩夺目，但除去广告效应，实则意义有限。在这片影视的海洋，对于每一个舞台、每一位创作者、每一颗璀璨的星辰，以及那些忠诚的追随者而言，数据如同繁星点点，构筑了作品的辉煌宇宙。而这部《长相思》的出章，凭借其独特的魅力、精心的制作与广大的粉丝支持，其播放量已如璀璨星辰般跃升至30亿之众。这一数字在玄幻剧的天际中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闪烁着非凡的光芒。《长相思2》的预告片开头展现了涂山璟去世后的景象，小妖独自一人站在神农山的山顶，他的眼眸中充满了失落与痛苦。他的独白缓缓响起，犹如一阵凄冷的风，刺入人心。璟，这一生我在西岩山等我娘亲，等了6年，没有等到她。在玉山等枪玄，等父王等了70年，还是没有等到他们。小妖回忆着过去的艰辛，声音中充满无奈和心酸。那些漫长的等待无果，让他的心一片荒芜。
他的独白继续，带着一丝坚定：我发过誓，此生此世再也不等任何人了。等待就是把心挂在刀尖上，日日夜夜都不得安生。他曾以为等待是最无望的事，是一刀一刀地折磨自己的心。但这一次，他的心境却发生了变化。这一次，我在神农山等你，你一定要来，10年、20年、100年、300年，我都等。小妖的声音中夹杂着无法掩饰的期盼与坚决。即便眼前的道路布满荆棘，他依旧选择相信，选择等待，因为这次等待的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不管多晚，我等你。预告片结尾，小妖的眼中闪烁着执着而温暖的光芒，那是对涂山璟不变的深情与希望。他站在神农山顶，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。那一刻，他的孤独与深情洒向四方，震撼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。《长相思2》的预告片以小妖的独白开头，不仅诠释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，更将观众带入了那段想念与等待交织的过往。他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深深的情感，无论是对过去的回忆，还是对未来的期待，他的心都是赤诚而坚韧的。在这段独白中，小妖的对白不仅仅是对涂山璟的告白，更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救赎。他用最真挚的情感剖析了自己的内心，无论前方道路多么艰难，他都愿意坚守这份爱与希望，等待心中那位最重要的人再度归来。预告片通过小妖的独白，传递了一种磅礴的情感力量，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他心中的孤独与坚强。透过她的眼睛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愿意为爱等待1000年的女子，她的深情与执着，注定将在荧幕上谱写出一段感人至深的篇章。